大家好，我是 Tony， 我现在在中原大学的校园，我后面是张靖宇纪念图书馆。我今天来中原大学旅行，算是怀旧之旅。我刚刚已经拍完一支影片，算是谈我在中原大学复兴基地的人生故事。拍完影片之后，我就想到这里也是我的恋爱基地，我也应该拍一支影片来纪念这段人生岁月。不过，私人的感情把它拍成影片公开播映，我不知道适不适合。不过，站在我个人的立场跟想法，我还是要拍。会不会公开放映，那就不知道了。但至少可以剪接出来给我老婆看。那如果我觉得最后的拍出来还适合公开播放的话，那大家就有机会看到这支影片了。我跟我老婆是在民国74年9月认识的。那一年9月，我进入中立工业区台湾真理制公司一家美商公司上班。那我老婆已经在那边上班一段时间了，我们都在人事部门。那我老婆是我的同事，就坐在我前面。那大家就是朋友关系、同事关系。虽然相处了一整年，那也没有特别说我想要追她，或者说喜欢她，就是同事关系而已。不过当时我在台湾真理制公司，虽然没有去追求任何的女孩，但是别的部门是有个女孩想追求我，她还写了情书给我。那当然，那不是我喜欢的类型，所以我也没有接受。我现在换个地点好了。因为刚刚那个地点对面有个停车场，一出车的时候，那个警示灯就会响起。然后这边有一只狗会偶尔会狂吠一下，所以我找一个安静的地方，再继续开讲。我现在来到张靖宇纪念图书馆的后方，这里比较安静。我刚刚说到，就是我跟我老婆只是同事的关系，不过大概在不到1年的时间吧，发生了一件事情带来的改变。那这件事情就是当时我们公司工程部有位男生，那跟我也算是熟。他有一天就跟我讲说，问我说：“你们部门里面那位阿美，她有没有男朋友？”我就跟他说：“应该没有啊，从来没有听她谈她有男朋友，或者说下班有什么迹象显示她有男朋友。”那位工程师说：“其实我暗恋那位阿美小姐有一段时间了。如果她没有男朋友的话，你能帮我转达一下？那我写一封情书，你帮我传递给她。”那我就说：“当然没有问题呀，我就把情书帮你传达，然后问问看她的想法。”那没有想到，我把这封情书就传给我的同事阿美的时候，她竟然很生气，然后也不看内容，就说我没兴趣。那我只好据实的回复了。我本来想说，有人喜欢你，就算你不喜欢对方，你也没有必要对对方生气。可是后来有点顿悟到，他可能不是在生别人的气，他可能在生我的气。他大概心里在 OS 说：“你这是呆头鹅，我在生气什么？你难道不知道吗？”就从那件事件之后，就产生了一个，应该怎么讲？说是微妙的情愫吧。我突然觉得说，这位我身边的这位同事，其实我也知道她是一个很好的女孩啊，个性非常的温柔，我当时我认为是非常的温柔，现在还算是温柔，只是这段先剪掉，我喘一口气。我当时突然觉得说，其实我的同事这位阿美，我每天看着她
知道她是一位很认真工作，然后个性又很温柔。那如果我要讨老婆，应该就是娶这种老婆啊。那我怎么从来没有去想过我要追她呢？那当我闪过这个念头的时候，那我跟她之间就不知不觉地产生一种，应该说情愫吧。那渐渐的，虽然我们是同事，但是有时候我就约她下班之后，要不要来中原逛逛啊，吃个晚餐？那她也从来没有拒绝。那我们就一起吃晚餐，那就来中原散散步、聊聊天。其实渐渐的，其实是有一点点是在约会的味道的，但还不算是情人之间的关系，因为我也不敢牵她的手，当然更不敢搭她的肩呢。就是这样的一个彼此好像有一点点那样的一个默契吧，大家都没有说出口，那就这样子渐渐的发展下去。那到了后来，两个人渐渐出去，就变成是一件自然的事了。只是我们的关系就是一直没有正常化。那后来真正的正常化的一个突破口，其实不是发生在中原大学，而是在中央大学。因为有一次，我就跟他说，那吃饱饭，那我骑摩托车载你去中央大学逛逛好了，因为中央大学我没去过，听说校园也很美。那天我们就去中央大学散步，我后来发现中央大学的晚上比中原大学还暗，很适合约会。那我们就走到一个，应该是中央大学有一处这个生态池吧，反正就是有水池，那旁边有一些木栈道，或者说是一个木质的这个平台。那我们就坐在那边聊天，哇，夜色昏暗。那好像有星星吧，我不太记得。那突然之间聊一聊，两个人就突然就安静下来了，没有话题了。那他也没讲话，那我也没讲话，就气氛变得有一点点尴尬了。那时候他就脸侧向我，那突然之间，前面有学生来了，我就暂停一下。那一段沉默的时间有多久，我已经不太确定了，好像还蛮久的，变得有一点点尴尬。那突然之间，我也不知道我做了什么，就是那一刹那，我就往前倾，就轻轻地亲吻了她的樱桃小嘴。哇，那是一个突破口。那亲吻完之后，整个现场就变得非常的安静。那我的心跳就有点加快，我不知道他会有什么反应。那突然之间，他就开口说了一句话，什么话？他说：“我再喘一下。”当时我老婆开口说了这句话，这里蚊子好多。这是我们正式交往，我老婆对我讲的第一句话，这里蚊子好多。那所以中央大学生态池的蚊子见证了我们的爱情正式的开始。那一年我考上中央大学管理科学研究所，回到台北读书。那不知道的人可能会认为说，交大不是在新竹吗？不过交大管研所是在台北，在台北邮局的楼上。所以我是回到台北读书。那时候，我老婆她的阿嬷因为阿嬷是有很多人生经验的人，就对她提出警告说，你男朋友回台北之后，他要回到台北那个花花世界，而且他已经不是你认识的时候那个穷小子了，他现在回去读研究所，所以很可能你要有心理准备。不过我老婆是对我很有信心，因为她知道我的为人。我这个人是比较老派，这个女孩我只要牵起她的手，那就代表我就认定她是我的看手，牵手，老婆的意思。所以我没有变成负心的人。后来我们就一路走下去，一直到现在。
以上就是我在中原大学的爱情故事。不过我在这里要强调一下，这是我的版本的爱情故事。我老婆她有不同的版本。那这2个版本最大的差异就是，我老婆跟我认知不太一样。不过我认为2个人谈恋爱，谁先喜欢谁，这不是重点，是在一起以后幸不幸福，那才是重点。那虽然我们的交往从同事到情人，并不是轰轰烈烈，那也没有什么可歌可泣的情节。不过我觉得这样反而是比较好，因为有一些一见钟情的爱情，虽然非常的轰轰烈烈，但是其实就像莎士比亚说的，爱情是盲目的。那如果男女之间，或是说男男之间、女女之间，大家一开始是单纯的朋友关系的话，那也许你更能够看清楚这个人，从这当中发现彼此是适合成为未来的伴侣的时候，然后很自然的发展出情侣关系。那我觉得，也许这样的恋爱关系才是可以走得长长久久。那我今天的 Tony 在中原大学爱情开讲就在这边结束，谢谢收看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